2025每个生肖的综合运程。属蛇的犯太岁，小心手脚受伤；属鸡的桃花运非常的旺哦。属狗的容易有意外的收获。有没有机会升职走到人生巅峰？在家里的东南方。我下去先买个10倍彩票，这一摊做完我就退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那相信大家最近一定很关心2025年的运势吧？这一集呢，我们又有慕云老师来根据每个生肖的综合运程啊，财运、事业、感情、健康、是非的角度，一个个的分析，最后我们再给到大家一些建议。是的，没错。那大家可以看看每一个生肖在2025年会有什么特别的机会来给到大家，还有会遇到什么的挑战，大家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做出更好的规划。好，那明年是蛇年，我们就从这位蛇的生肖开始讲吧。那今年属蛇的犯太岁，首先一听到这个词呢，今年整体的运势就会比较容易起伏了，特别是在情绪的方面啊，今年容易因为情绪波动而引起各种的问题，尤其是感情上。如果你去年刚刚进入一段新的关系，还结了婚，那今年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。如果没有结婚打算的，那么可能就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导致分手。那有些人可能会在犯太岁的这一年里去结婚怀孕，这种叫冲喜，对，它就可以帮你去阻挡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所以就是说，生肖蛇的朋友们一定要在今年注意自己的情绪管理啦，避免情绪失控而引发这个矛盾。以及你也可以结婚了，直接帮你是除掉直接结婚、怀孕、 OK 生小孩都可以。对，还有搬家呀，反正有喜事都是不错的。好的，那财运方面呢？犯太岁是不是会影响到蛇的财运的？今年虽然属蛇的朋友犯太岁，但并不完全阻碍他的财运，尤其是职场上提升机会依然是存在的如果你能争取到晋升的机会，财运自然有所增加。那犯太岁会不会让这个过程变得困难重重呢？会有一点那建议在职场上大家还是保持低调一点，不要太高调的去争取，以免招来是非。毕竟你犯太岁嘛。那么如果是说创业的朋友们呢？对于自己从商和创业的朋友来讲，今年一定要多一些与外界的联系，去争取更多的合作机会，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应酬和支出。秋冬出生的人还好，春夏出生的朋友则要注意合理的控制开支。就是今年赚钱的机会还是有的，就大家要注意一下开支太大的问题。对，好，那健康呢？生肖蛇的朋友在健康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？健康方面，特别是那些经常开车的朋友，真的今年要格外的小心，特别是农历4月份还有10月份这2个月会比较敏感一些，建议可以去做一下捐血洗牙来应掉它这些潜在的健康问题。那外出散心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尤其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可以多和朋友聚会，调节一下心情。最好就多出去旅游多点社交活动来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。对，没错的，但是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方向，比如春夏天出生的人可以去西北方还有北方，秋冬出生的人只适合去东南方，这样可以缓和一下你负面的情绪。那最后老师，我听说犯太岁呢就会特别多是非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属蛇的今年真的是非会比往年多一点点特别是一些无心之过，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会。所以在工作上还有朋友、家人相处的时候，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守好自己的嘴巴，避免去树敌有什么忍让一下。可以在家里的东南方去放一杯水，在西北放一些粉红色的物件，来化解人际上的问题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先插个队先，老师先讲一下生肖狗今年的整体如何？因为去年我冲太岁冲得不行是不是搞得一地鸡毛，所以今年很想翻盘一下。恭喜你，还真的翻得了，倒转天罡今年农历4月以后你的桃花运就会很明显了，大显神威了。不管你是单身还是有对象，都会有不错的一个感情进展，比较甜蜜的一年。有没有暗恋的对象啊？那个百万网红，打到我朋友的主意。今年你的桃花会很旺，机会多的是。那我建议你就去好好的理个发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，买几套亮衫，执正自己。OK。出去多。过年快到了，本来也是应该的那说完这个桃花了，但我财运是不是也能蹭上涨一下？毕竟你要去认识女孩子，你也得有点手头有点。是。
财运也是不错的啊。今年是你的财运年，属狗的啊，尤其是从商或者是创业的朋友，生意也会特别的顺利。那上班的话呢，加薪机会比去年多。啊，那今年就可以大胆的提一提了啊！而且你也可以试试买彩票，也容易有意外的收获。哦，这样的吗？中了记得请我喝奶茶。我下去先买个10倍彩票，看看能不能这一摊做完我就退休。你还是不要太贪心了，对你还是对于来说退不了休。对啊，你还是得好好干干实事，彩票只是一个图一乐。行，那我们事业上我更关心事业，因为我是上班嘛，现在。那我今年有没有机会升职，走到人生巅峰？这个机会还是很大的。今年你的事业运确实比往年要好啊，特别是今年还有桃花年的加持，那在人际关系上面就会更顺畅，而且会有贵人相助。桃花也是人缘嘛肯。定就是暗指我啦，我这个贵人来帮你啦，贿赂一下。你喝点温水。好，那我们就接下来说健康吧。我去年就老觉得肠胃不好啊，那今年会不会有改善呢？去年的肠胃问题还是有点影响，但是过了4月份，情况就开始好转了。随着压力的减少，身体的状况也会开始变好，所以到了夏天基本就没有问题了。哦，那有可能是我春节吃的吃得太好了，太宰对，太滞了。对，等3、4月，我觉得应该就能比较清爽了。忍一忍。对。好了，那最后我们说到是非了。去年啊，我这个小人是非啊，可是真多呀。别人都不会接。是啊，今年是不是可以清静一点啊？那没办法嘛，去年犯太岁嘛。今年总体的情况是很好的，尤其是过了农历3月，人缘又好，真的，小人也就走开了，是非就会少很多。那今年就不用说背锅侠了啊。那今年你背啊。唉，好羡慕啊！你这个运势真的起飞了，我真的羡慕惨了。好，那现在到下一个属马的朋友。那讲到属马的朋友，其实今年的财运跟你自己的地位都会有所提升的。如果你是上班族，努力争取升职的话，财运是可以随之增加的。那至于从商的朋友、创业的人，今年应酬和支出还是比较多，但是这些应酬从长远来看，也是为事业和财运带来一个正面影响的，就相当于投资啦。但是呢，可能会遇到一些放小人的事儿啊，可以继续扩大他的社交圈，可以稳住他的局面，问题不大的。好，懂了，反正就是属马的，你应酬请吃饭，叫上那些跟你有是非的人，咱们化敌为友啊，大笔一挥，做个大气的马。OK，好，那老师呢？我们感情上单身的马朋友，今年有没有机会先？今年机会非常的多，咸池桃花可以帮到在社交场合中更受欢迎，还会遇到心仪的对象。那单身的朋友们就可以赶紧去参加聚会，勇敢追爱吧，就不用太多顾虑啦。好，对那健康方面如何呢？今年健康没有太大的问题，还是比较顺利的，但是因为是火比较旺嘛，那夏天、秋天出现的朋友就注意一下皮肤问题。少吃煎炸热气的东西，整体还是不错的心理上的压力是有的调节一下就好了，没有大的问题的。OK，那属马的朋友还要注意饮食啊，出去应酬的时候呢，就不要太大鱼大肉了，清淡点为好。那么咱们今年属马的朋友们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？我们可以在家里的东南方去摆一些粉色的物品，来增加它的桃花运，就可以化解到前面说的这些是非小人啊。OK。那么刚刚说完了我们的马，想听一下羊朋友们又过得怎么样呢？属羊的朋友，今年的运势相对是比较平稳，没有好没有坏，因为它没有刑冲，但是也没有桃花。如果要找桃花，就多往外面去走一走，容易在外地和旅行的时候遇到心仪的对象。感情也是比较平稳的，没有太大的波动。那行，我们直接来看财运吧，看看羊的朋友能不能赚钱呢？那属羊的今年的财运呢，就是还是 OK 的那特别是出生在农历11月到3月，也就是秋冬天的，会更强一点。不过财运并不是意味着今年就可以坐享其成，天上不会掉钱，还是需要通过努力去把握机会。工作上面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创业的朋友，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名声来长期的做一个规划，久了也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，但是不会说立竿见影。就所以总体来说还是要努力，慢慢来，上进。对，今年更多还是就是跟付出是成正比的，事在人为。对，最多就是来自远方的一点贵人，远方离得比较远所以呢，今年更多是靠自己，可以多去外地接触一下，多去外面走一走这个贵人运才可以发挥到作用。好，那最后我们说到健康上了，属羊的朋友今年有没有什么健康上的顾虑？
今年属羊的没有很大的问题，可能去年有一些会有脾胃啊、肠胃不适，那今年过完夏天这个问题就会减弱了，总体还是平稳 OK 的哈。今年对属羊来说，就真的是很稳当的一年，很平哈，没什么波动，保持现状，继续努力就好。对，是的今年属羊的确实没有什么存在感，但是平安就是福了。哎，那木鱼老师，今年我爸爸他属猴嘛，属猴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样呢？属猴的今年刑太岁的一年，但是也是合太岁的一年，所以呢，首先他今年就是刑太岁，容易有意外伤害啊，是非比较多呀，那情绪上容易起起伏伏，那你要多关心他了。那他爸今年财运有没有影响啊？属猴的朋友在财运上面今年容易支出，所以不建议去轻易投资。那他去投资的话，我就得拉住他，我就爸别去。你让他给你买金条啊，如哦果非得那可以花钱，花在我身对，上买一些不动产啊，或是保值的东西，买一些财宝给你吧。我会向他建议一下。那在事业上面呢，会不会有一些变动啊之类的？属猴的朋友，今年事业方面也是一个学习和自我晋升的好机会，那就适合你爸爸适合去进修啊。但是年龄大的可能就已经差不多的，对但是年轻的朋友还是可以多互动，多去开拓人脉，还有多学习一些新的技能。今年是一个学习的年份。那他爸爸今年感情上因为刑太岁嘛，会不会容易会夫妻之间吵架呢？是，对，那就妈妈要多包容一点了，因为今年太岁带来的这波波动啊，还是比较大的。如果处理得好，其实可以患难见真情，更多的一些缓冲啊，还有包容，带来感情上的更加甜蜜。那问题不大。我妈妈属狗的，今年应该心情比较好。可以，那还有一些单身的猴子呢？单身的猴子朋友今年能不能脱单？今年感情上是又行又合，所以呢又很甜蜜，但是又容易情绪化，所以就是会容易有一些短暂的桃花。相爱相杀。爽一下。对，所以呢，你对今年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，有利于感情的稳固。OK。对，那还有没有什么在健康上面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点呢？年龄大的又特别关心这个问题，特别是今年又小心手脚受伤还有皮肤问题、气管不适，尤其在春夏之间，就是明年的清明前后要很注意。那刑太岁说到刑啊，那肯定是是非又要多的啦。那确实是这样的，因为刑太岁这一年呢，它就会有很多的小人呐、是非也会增加。但好在今年它还是有贵人运的，所以它一定要远离小人，亲近贵人，可以避免很多的是非的。行，那就是别人向你丢石头你就不理他你就，不理他，直接就走。对，找贵人吃饭对。那讲完了猴年，那属鸡的朋友们又有什么一些变动啊，或者是建议呢？属鸡的今年是3合太岁，对吧？是有丑，对。那今年属鸡的朋友桃花运非常的旺哦，单身的人有机会在农历5月还有11月去遇到新的感情。如果已经有伴侣的朋友呢，感情还会进一步加深，不过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避免不必要的争执了。那如果有桃花运，是不是老师建议我可以参加更多社交活动，这样就有机会遇到？那这个当然啦，可以抓住现在这一波桃花运，但是也要谨慎，不要变成烂桃花。 OK。那财运方面呢，有些什么变化？财运也会有一定的提升桃花也是人缘嘛，但是也要注意合理安排资金，来避免不必要的支出秋冬出生的属鸡的人呢，适合抓住投资机会，而春夏出生的人呢，不能太激进了。那看来财运不错哦。那如果我是没钱投资的，我是打工人，对我这事业上如何？工作上也有一个不错的进展，尤其是那些有计划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，是有机会在工作中脱颖而出的。尤其在合作方面，还有人际方面，都是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的。那么健康上面呢，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？属鸡的健康方面没有刑冲总体还是不错的，而且还是合的。但是有几个节点，就是2月、8月要注意跌倒和意外，尤其是开车的人，在这个时候特别小心啦。那还有夏天、秋天的时候要多注意饮食，不要吃太燥热、上火的东西，注意一下喉咙和气管问题。
OK，那属鸡的朋友啊，其实很简单嘛，就是开车小心点，然后吃饭不要老吃炸的就 OK 了。对，注意身体健康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先了解了6个生肖的运势，真的是收获满满了。 666不过呢，还有一半呢没有讲哈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其他生肖的运势，记得关注我们下集的内容哦。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根据自己的生肖运势趋吉避凶，顺顺利利。我们下期再见哦。拜拜。